大家好，我係 W， 歡迎嚟到蛙 Channel。我哋會講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歷史奇案。中意嘅話記得 Like、Share、Subscribe 同埋 Comment 啦。喺2009年，愛爾蘭首都都柏林一間銀行俾人劫走咗760萬歐羅，但係成個搶劫過程，劫匪連銀行都冇去到喎。到底佢哋係點樣做到嘅呢？今日我就同你講述呢個故仔。喺2008年受到世界金融海嘯嘅影響，有凱爾特之虎之稱嘅歐洲經濟強國愛爾蘭亦都備受打擊。經濟低迷嘅氣氛底下呢，有部分人鋌而走險，作奸犯科，頓時之間銀行劫案呢就四起啦。愛爾蘭位於歐洲嘅西北部，同英國相鄰，被大西洋環繞住，有壯麗嘅海岸線同埋綠色嘅幽靈地帶。而喺愛爾蘭嘅東邊，正正就係佢哋嘅首都都柏林，擁有住悠久歷史、文化多樣性，亦都有美麗嘅城市風景，亦都有熱鬧嘅酒吧。喺都柏林嘅市中心，屹立住一個歷史悠久嘅建築，佢建於1733年，有宏偉嘅典型歐洲帕拉第奧式嘅風格，曾經係愛爾蘭國會嘅所在地，但因為後來政治中心遷到去倫敦，所以呢就被迫荒廢。喺1801年呢就被愛爾蘭銀行購入。喺1970年代之前呢，一直都係愛爾蘭銀行嘅總部，至今仍然係一個好重要嘅分行之一。由於佢嘅地理位置優越，位處於都柏林市中心最繁華嘅地區 College Green 毗鄰聖三一大學，因此呢被譽為最難搶劫嘅銀行之一。而愛爾蘭銀行嘅金庫亦都係位於呢個歷史大樓入邊。全國都柏林嘅愛爾蘭銀行分行同埋櫃員機所需要嘅現金都係由呢度統一發放嘅。2009年2月26號星期四，天氣就同平時嘅愛爾蘭天氣一樣，時晴時雨，氣溫呢就係得10度左右嘅啫。愛爾蘭銀行嘅低級職員特拉弗斯一如既往呢就前往 College Green 嘅愛爾蘭銀行金庫嗰度做嘢。呢個時候佢已經喺呢個崗位做咗2年嘢嘅啦。由於佢爸爸係愛爾蘭嘅警察，所以身家清白嘅佢畢業之後就獲得呢一份金庫嘅工作。做嘅嘢雖然係非常之沉悶，但係好輕鬆，每日都能夠喺準時6點鐘收工嘅。就喺當日佢收工之後呢，就前往咗女朋友史提芬妮史密斯位於基爾代爾基爾蒂爾嘅屋企。由於放工時間嘅交通呢極為繁忙，主要公路 M50 嘅塞車情況呢，令到特拉弗斯到咗差唔多7點半左右呢先至到達佢女朋友嘅屋企。同佢女朋友同住嘅仲有佢女朋友嘅母親 Joan Smith， 仲有女朋友5歲大嘅侄仔 Stephen Smith。 食完晚飯之後啊，特拉弗斯呢獨自己喺個梳化嗰度睇電視，而 Stephanie 同埋佢阿媽呢就出咗去買嘢，順便呢諗住接佢嘅侄仔翻屋企嘅。喺10點嘅時候，佢哋折返到翻屋企啦。但喺門口呢，有6個持槍嘅男人喺草叢嗰度跳出嚟，瞬間入屋，更加制服咗特拉弗斯。之後就將全屋嘅人呢都聚集喺客廳入邊。由於女朋友 Stephanie 呢係有所反抗，其中一個兇徒就用花樽一嘢剝落去佢嘅腦筍度。Stephanie 立即咧就失去意識暈咗啦。嗰班綁匪用暴力嘅時候呢，更加會用即影即有相機影下各人俾人捆綁嘅畫面，更加切斷咗佢哋屋企嘅所有信號，沒收晒所有嘅手提電話。就係咁樣，特拉弗斯同埋 Smith 嘅屋企一共4個人俾人扣押咗一個夜晚。喺第二日嘅27號朝頭早5點半，兇徒呢將除咗特拉弗斯之外嘅3個人推入咗一架黑色嘅大眾 Golf 嘅 SUV 嗰度，就將佢哋送去米斯郡嘅阿什伯恩。接下來呢，特拉弗斯就要按照兇徒嘅指示去到金庫嗰度偷錢啦。如果唔係嘅話呢，佢女朋友同埋女朋友嘅屋企人呢將會有生命危險。喺呢個時候啊，兇徒就將一個嘅手機呢就係俾咗特拉弗斯，並要求佢拎到現金之後，再按手機通話指示去交送呢個現金，而現金面值要有20歐羅、50歐羅、100歐羅同埋200歐羅嘅面值嘅。與此同時啊，
綁匪亦都將之前拍低嘅即影即有嘅相紙同埋一啲愛爾蘭銀行員工嘅相都交俾特拉弗斯，等佢咧可以入到銀行嘅時候說服其他人。6點半嘅時候，特拉弗斯駕駛佢嗰架紅色豐田 Celica 經過咗 N7 公路，一路駛到去 College Green 嘅愛爾蘭銀行金庫。由於6點半仲未係繁忙時間，佢7點鐘咧就已經到咗，並且咧進入咗金庫啦。進入咗金庫嘅佢咧，馬上咧就同同事講佢女朋友屋企俾人綁架，並且展示佢手上嘅即影即有相紙。啲同事咧突然間咧面露驚恐，就馬上上報翻當日當值嘅經理。有別於依家咧銀行遇劫嘅一貫手法啦，當值嘅銀行高層咧就馬上着令員工咧用4個洗衣袋咧就裝上歐羅，並且因為時間限制啦，佢哋咧只係咧裝上一啲舊鈔，並且咧冇安裝任何嘅追蹤裝置，甚至乎被劫嘅金額咧都係事後點算先知道嘅啫。喺15分鐘之內佢哋就完成咗裝錢嘅活動。特拉弗斯咧就成功喺金庫嗰度提取咗760萬歐羅，之後咧就按指示駕駛到去都柏林嘅克朗塔夫達德站。克朗塔夫達德站咧係位於都柏林 East Wall 嘅附近，距離被劫銀行咧直線距離得3公里咁多嘅啫。但係由於都柏林交通非常之擠擁，特拉弗斯咧用咗15分鐘先至到嗰個地方。咁 East Wall 咧係都柏林最混亂嘅區之一，公屋林立，癮君子聚集，再加埋咧黑幫非常之活躍，當地嘅犯罪率咧係位居於全國嘅首幾位，連外賣員咧都盡量係唔會接當地嘅訂單嘅。7點半嘅時候，特拉弗斯咧就抵達咗克朗塔夫達德站，並且咧同當地嘅綁匪聯絡。綁匪咧就指示佢你落車，然後咧都未等到特拉弗斯反應過嚟，喺現場嘅其中一個導遊咧就隨即上車，就連同埋車上面嘅贖金揚長而去啦。特拉弗斯一面惘然，焦急嘅佢咧立即快步跑到去1公里外嘅 Clontarf Gardens Station 並報警求助。喺呢個時間咧已經係7點45分，距離銀行劫案咧已經過咗差唔多45分鐘嘅啦。值得留意嘅係，特拉弗斯嘅爸爸咧係駐守 Clontarf Gardens Station 嘅警察之一。最令人嘩然嘅係呢個報警求助，居然係成單案件嘅第一單求助。喺之後，警察先再收到銀行方面嘅報警電話。8點左右，喺米斯郡阿什伯恩嘅人質亦都成功掙扎鬆脫，去到當地嘅警察局嗰度報案。警方接報之後大為緊張，因為總金額760萬歐羅係愛爾蘭共和國有史以嚟，甚至乎去到呢家為止都係最大規模嘅銀行搶劫案。而因為銀行嘅延誤報告，令到警方錯失咗第一時間跟進案件嘅機會，亦都白白浪費咗追蹤贓款嘅時間。相信大家睇到呢度嘅時候都會覺得呢個銀行好詭異，愛爾蘭警方都係咁樣諗嘅。佢第一時間咧就對銀行嘅工作人員、前僱員、送貨車嘅司機、24歲嘅銀行職員，亦都係事主特拉弗斯嘅朋友進行背景調查，但係都揾唔到任何可疑之處。喺下晝1點，警方進行咗基本搜證之後，匯報翻俾當時嘅司法部長，佢哋指責銀行冇遵循守則，第一時間去報警，更加表示今次案件嘅成功有機會引嚟更加多同類型嘅劫案。同一時間，警方亦都馬上就召來咗應急反應部隊同埋國家監視組展開行動，分散喺城市嘅各個地方，同埋定位有犯罪前科嘅人同埋黑幫。另外，警方亦都急調大量嘅警員翻看閉路電視，包括公路沿途嘅 CCTV、銀行同埋火車站等等嘅 CCTV 錄像，希望揾到一啲有用嘅資訊。但係因為當年嘅 CCTV 嘅畫質並唔係咁高，啲畫面參差，再加埋歐盟對於私隱嘅重視，其實有好多地方根本就冇閉路電視。
喺當日下午3點，警方喺毫無頭緒底下公佈咗3架汽車嘅資訊，包括咗紅色豐田 Celica 99D8856、黑色嘅大眾 Golf SUV 車牌號碼 05D33720，同埋一架藍色嘅麵包車，希望呢有知情人士可以提供線索。愛爾蘭嘅車牌號碼會顯示咗車輛嘅製造年份同埋註冊地，就例如特拉弗斯駕駛嘅紅色豐田 Celica 車牌號碼係99字頭，即係喺1999年生產。D 就係代表住喺都柏林度註冊。去到13年嘅時候呢，呢個車牌呢更加係細分到上下半年，即係如果你係13年頭生產嘅話呢，就係131開首。如果係喺13年年尾生產嘅話呢，就係132開首啦。同日下午，警方呢就將調查嘅焦點集中喺都柏林北部芬格拉嘅一班約有10個人嘅年輕犯罪分子身上。呢班嘅黑幫呢喺過往3年呢已經涉嫌參與咗幾單嘅解款車劫案㗎啦，而且佢哋呢全部人都基本上有好多數不清嘅案底。但係咧，今次嘅搶劫案就同佢之前嘅作案手法係完全唔同嘅，因為佢哋之前咧基本上都係明刀明槍咁樣去搶劫，自己都參與其中嘅。但係今次咧呢種嘅虎式綁架咧，似乎就同佢哋當初過往嘅表現咧就截然不同啦。虎式綁架係一種犯罪行為，犯罪分子綁架人質，更加迫使佢哋要同佢哋合作。通常咧係通過一啲威脅綁架人質嘅屋企人咧嚟實施犯罪嘅，而呢一個嘅方式咧亦都係愛爾蘭共和軍常用嘅手段。由於綁架普通人比起搶劫銀行容易，再加上追查起嚟咧係零舍困難，因此啊呢個犯罪方式令到警方非常之頭痛。被警方懷疑係綁匪嗰班黑幫入邊咧有一個人叫做加里哈奇，佢係愛爾蘭著名黑幫頭目格里哈奇嘅侄。格里哈奇出生喺1963年，喺10歲起咧就喺都柏林四圍偷嘢。其後咧佢加入咗內城區嘅朋黨巴格西馬龍幫，呢個名咧就係源自於1976年上映嘅《小鬼頭賊阿爸》電影嚟命名嘅。佢後嚟咧就領導咗呢個組織。佢咧曾經有好多嘅罪行，包括搶劫銀行等等。後來啊，呢啲小偷小搶玩意已經滿足唔到佢啦，佢加入咗一個重大搶劫嘅團伙。喺1970年至到1983年年間咧，多次被定罪，期間斷斷續續咁樣入獄。據估計啊，當年佢嘅團伙喺8年時間內咧，進行咗一系列嘅銀行搶劫、珠寶搶劫同埋欺詐騙局等等，一共咧係搶咗差唔多4000萬嘅愛爾蘭鎊嘅。喺1987年，佢再涉嫌搶借款車，劫走150萬嘅愛爾蘭鎊。喺1995年又涉嫌搶劫借款公司，搶走差唔多300萬嘅愛爾蘭鎊。總管多番俾人哋當係嫌疑人咁樣拘捕，但係佢每次都可以以證據不足而被釋放。去到2008年，格里哈奇接受愛爾蘭國營電視台 RTE 嘅訪問，佢話當年呢，佢由1983年開始已經金盆洗手，現今有嘅大量財富都係經過炒賣房地產所得嘅。由於佢喺1985年出獄以嚟呢，過住紀錄嚴明、禁慾等等嘅生活方式，所以咧外界咧就稱佢為真女 The Monk 呢個稱號嘅。由於來頭唔細啊，加里哈奇好快就成為咗警方嘅重要嫌疑人之一。劫案當日嘅夜晚10點鐘，愛爾蘭精英警方部隊咧喺都柏林四處突擊行動，佢哋喺公路截停車輛，亦都攻入咗位於都柏林北面嘅一個別墅，同埋逮捕所有佢哋覺得可疑嘅人士。幾個行動加起嚟，一共拘捕咗6男1女，一共7個人。當中有2個人喺車上面俾人拉咗，佢哋係馬克多洛霍同埋達倫奧拜登。喺警方收到線報之後，就將焦點放喺都柏林北面非
布斯伯羅嘅大西部別墅。期間呢，有3個人由別墅嗰度走出嚟，達倫奧拜登呢就先駛到去 M50 公路，再轉到去 Blanchardstown 嗰度呢就進行交收，將錢呢就交俾馬克多洛霍。而警方呢一直監視成個過程。喺之後佢哋交收完成之後呢，就喺9點19分喺芬格拉嗰度呢就將達倫奧拜登拘捕。達倫奧拜登佢嚟自於都柏林3區，有27項犯罪嘅前科，當中咧包括咧係攜帶槍支同埋搶劫等等。由於車上面咧搜出嘅金額比較大，一共係170萬歐羅，法官咧亦都唔採信佢係受僱嘅證詞，認為咧達倫奧拜登係其中一個綁匪之一，所以咧佢重判咧係12年監禁。而接應嘅馬克多洛霍咧係連同埋2袋共170萬歐羅咧被警方攔截拘捕。佢係一名已婚有2個小朋友嘅爸爸，嚟自朗福德縣嘅基蘭。由於金融海嘯，佢從事嘅砌磚建築行業咧變得非常之唔景氣。佢喺都柏林重回刑事法院嗰度承認，佢知道呢筆嘅現金係犯罪所得嘅，但由於有經濟壓力，所以佢接受呢個洗錢任務。佢聲稱呢，佢喺酒吧俾男子搭訕，及後呢，佢接受以5000蚊歐羅嘅代價呢去運送呢一筆嘅款項，並且呢對前一日嘅綁架案佢係毫不知情嘅。由於佢冇任何嘅犯罪前科記錄，再加上佢根本就冇收到嗰5000歐羅嘅報酬，法官確信佢嘅證詞，所以輕判5年，其中2年緩刑。總管呢2個人呢鐵證如山俾人判刑啦，但係其餘5個人因為證據不足而釋放咗嘅。警方喺都柏林北部嘅菲布斯柏羅嘅大西部別墅隔離啊，揾到一架汽車，當中入邊呢有另外嘅230萬歐羅。但係咧，因為冇人贓並獲，亦都冇人因為咁樣而俾人哋定罪。之後警方咧就嘗試從 DNA 嗰度着手，當中咧送去俾法醫檢驗嘅物品包括搶匪喺更換汽車時候就跌咗嘅一沓現金，同埋咧綁匪拍攝被扣人質嘅即影即有相片。但係據稱啊，呢啲嘅現金咧就係幾千歐羅，係喺案發之後幾個小時，有一個熱心嘅市民發現，再交俾警方嘅。但係由於咧成件事已經發生咗好耐啦，即影即有相片咧係滿布晒銀行同事嘅指紋同埋 DNA， 而現金咧亦都唔係真鈔嚟嘅，係舊鈔嚟嘅。所以就算你揾到線索，都冇法子做到證據。更何況揾到嘅 DNA 亦都唔匹配警方數據庫內入邊任何嘅一個人。事發過咗好耐之後，呢件事慢慢就俾公眾遺忘啦。事件中咧有360萬歐羅，至今仍然未被尋獲。直至到案發之後嘅第4年啊，即係2013年，一個女人咧突然間控告愛爾蘭銀行，就將呢件事重新進入咗公眾嘅視野。告愛爾蘭銀行嘅人係邊一個呢？就係喺事件入邊被綁架嘅女朋友斯提芬妮史密斯。斯提芬妮史密斯24歲，喺事件之後冇幾耐就已經同特拉弗斯分咗手。佢喺法庭上面話自己本來係一個性格外向嘅年輕女性，但由於呢個綁架案令到佢患有創傷後遺症同埋抑鬱症。佢認為銀行冇考慮到員工同居者嘅安全同埋健康問題。佢指出愛爾蘭銀行令到佢遭受咗可以預見嘅安全相關傷害，以及應該知道佢銀行係知道有呢個風險同埋傷害嘅。佢喺庭上面憶述當日綁架嘅全部過程。佢話綁匪對佢哋嘅家庭關係了如指掌，明顯係衝住佢前男友金庫職員嘅身份。又指出綁匪暴力對待佢哋母女2人，令到佢哋身心受到極大傷害。期間劫匪更加話會炸爆佢嘅頭等等。長時間嘅煎熬令到佢依家仍然有陰影。當佢哋喺貨車嘅時候，
劫匪咧係倒咗一啲清潔劑，試圖清理個現場。Stephanie 咧當下佢擔心係汽油，佢哋會活活被燒死。雖然之後佢哋獲釋，但係佢因為呢件事經常會出現回憶同埋噩夢，到呢家就算關燈佢都冇法子瞓到覺，所以佢要長時間咁樣接受心理輔導，呢啲都係時間同埋金錢上嘅損失，所以佢認為銀行需要就事件賠償。而愛爾蘭銀行雖然咧同情 Stephanie 女士嘅遭遇，但係咧佢否認所有嘅指控。銀行認為咧佢對綁架案咧係冇任何嘅法律義務。之後佢哋和解咗，但係內容咧就從來冇俾人公開。1年之後，事件中嘅女朋友只係得11歲嘅侄咧，當時案發係5歲啦，亦都控告愛爾蘭銀行。但係今次咧未上庭就已經和解啦，而和解金額咧係17,250歐羅。至於事件中嘅主角特拉弗斯，佢喺報警之後，警方馬上當佢係疑犯處理，將佢關押48小時取證。之後先至因為證據不足而獲釋。而今次事件入邊，佢唔單止因為咁樣喺之後冇咗女朋友，更加長期俾愛爾蘭銀行停職留薪，嚴重影響仕途。2016年，特拉弗斯向愛爾蘭銀行展開訴訟，話佢冇得到足夠嘅培訓去應對呢啲嘅情況，所以佢飽受壓力、焦慮同抑鬱，需要長期睇精神科醫生。佢更加話愛爾蘭銀行想讓佢成為事件中嘅代罪羔羊，惡意解僱佢。但係相關嘅訴訟呢，依家已經冇咗下文啦。我哋亦都唔知道索賠嘅金額係最後係幾多。除此之外由於事件咧實在太過詭異啦，大眾咧喺事件上面咧提出咗多個懷疑，當中唔少人咧都認為特拉弗斯其實都係喺搶劫團伙之一嚟嘅，整件事係佢自編自導自演。當地嘅報章《星期日世界報》喺特拉弗斯喺警察局獲釋之後發布咗獨家嘅消息，當中咧就話特拉弗斯否認控罪，但係警方仍然有懷疑。佢更加張貼咗特拉弗斯喺2008年喺西班牙旅遊嘅相，當中有同名車嘅合照，有意無意咁樣暗示佢同歐洲黑幫有勾結，並且擁有與年紀收入不相符嘅名車。喺2016年喺控告愛爾蘭銀行嘅同時，特拉弗斯亦都控告咗《星期日世界報》，最後佢係勝訴嘅。不過佢係咪真係完全排除在外呢？或者呢個只係得佢本人先知道啦？你以為件事嚟到呢度就完結啦咩？並沒有。之前提到嘅加里哈奇一直都係呢件事件入邊被認為嫌疑最重嘅，但係因為冇人證冇物證，警方根本就奈佢唔何。但係事情就係咁樣反轉又反轉。加里哈奇喺2015年9月喺西班牙安達盧西亞馬貝拉附近就俾人槍殺咗。傳媒爭相報道，有更加多嘅傳聞傳咗出嚟。有報道話，原來當年加里哈奇的確係主導咗個搶劫案，但係佢之後就將剩低嘅錢都想投資喺毒品生意上面。不過佢阿叔格里哈奇係唔沾手毒品嘅，所以佢係要對外尋找合作。由於佢係因為搶劫案而擁有咗大量現金，愛爾蘭另一個黑幫基納漢組織就馬上成為佢重要嘅合作夥伴啦。而呢個基納漢組織就負責幫佢洗錢，從事一啲嘅毒品交易等等。但係無奈財到光棍手，一去冇回頭。好快呢兩幫人馬就因為利益互相猜忌，繼而互相仇殺。單係講緊格里哈奇嘅家族喺幾年之間有12個人係俾人哋殺咗，而加里哈奇亦都係佢哋家族入邊第一個俾人殺咗嘅。傳聞就係因為佢想攞翻搶劫案中嘅歐元。再加上2015年西班牙警方經過鏟子行動對於黑幫基納漢組織喺太陽海岸突襲，但係同一時間
加里哈奇咧就走去荷蘭，所以咧基納漢組織認為咧當中嘅二五仔咧就係加里哈奇啦。因此雙方面咧嘅猜忌咧就變成咗互相嘅廝殺。喺2015年至2018年間，兩大嘅愛爾蘭黑幫喺西班牙同埋愛爾蘭展開咗無盡嘅仇殺。呢段時間咧，基本上月咧都會見到佢哋仇殺嘅報紙新聞，恐怖嘅程度咧，令到咧政府不得不重視啦。去到呢家基納漢組織同埋哈奇幫嘅領導人咧，亦都相繼落網。不過咧喺律師嘅辯解底下咧，格里哈奇咧已經被無罪釋放。由於事件仲進行緊啊，如果之後有新嘅資訊嘅話咧，我哋會出多段片去講述嘅。不過再次提醒翻啦，有關於加里哈奇是否有參與銀行搶劫案咧，呢個仍然係個謎嚟嘅。一單搶劫案破咗愛爾蘭劫案金額嘅紀錄，但係呢啲贓款為所有人帶嚟嘅唔係一啲享樂，而係牢獄同埋死亡。2009年嘅愛爾蘭劫案至今仍然有好多嘅不解之謎，大家又點樣睇呢？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我係 W， 下次再同大家講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驚心動魄嘅歷史奇案。